当地时间11月13号，根据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戈兰旅的士兵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照片中呢显示，加沙哈马斯议会大楼内悬挂着以色列国旗，以色列的士兵即将完全占据加沙城。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战况。经过连续20多天的高强度空中打击之后呢，以色列国防军从2023年10月底开始，正式对加沙地带展开大规模的地面作战行动。至今呢，已经持续了超过2周的时间了。从近期流出的图片和视频看呢，以军在加沙北部的推进战术有条不紊。他们面对复杂的城市地带，并不急于冒进，而是首先通过空袭精准打击前方已知的哈马斯目标，然后呢，第9装甲推土机、梅卡瓦坦克和雌虎装甲车一起进行编队推进。以军小队呢，在前进1-2公里之后，就会选择一个足够大的空场，安排坦克和装甲车在四周警戒，然后开始使用第9装甲推土机扩大场地并构筑护堤。当阵地基本完成之后呢，以军会派出更多的第9装甲推土机拓宽道路，以便让后续部队和机械化设备进入新的阵地。这些阵地呢，又成为下一次前进的出发点，周而复始，逐步深入。正是在这种打法下，以军呢自地面进攻开始后，加沙地带就出现了一面倒的局势。在以军的空中和装备优势下，哈马斯呢只能依赖地道进行游击，很难打出有效的战果。就算是偶尔出现几位反坦克超人，也无法影响到以军的整体推进。只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马斯还是有点实力的。根据以军掌握的情报，在10月7号之前呢，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大约有3万名战士，分成5个地区旅、24个营和大约140个连。每个哈马斯旅都有反坦克导弹阵列、狙击手和工程队、防空部队和火箭发射阵列。每个旅在各自的地区呢，也有一些前哨和据点。因此，在面对加沙地带复杂的城市环境和神出鬼没的哈马斯，以军的战斗策略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兵分3路，分别从加沙地带的东北角、西北角和中部开始推进。这个地图呢，是截止2023年11月6号的加沙地带形势图，蓝色代表以军攻占的区域。其中呢，攻入加沙地带中部的以军穿越的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郊区，与海岸之间的距离大约是7.5公里。他们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进展很快，在11月3号呢，就已经抵达地中海海岸。从地面上将加沙地带分割为南北2个部分，从西北角进攻的以军则沿着海岸一路向南，与中部以军会合之后，就把加沙城团团围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段会合的距离虽然在地图上看只有很短一段，但其路径上全部是滨海城市建筑群，危机四伏，并不是一个容易推进的地区。因此，对加沙城的攻势仍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逐步切断这座城市与外界的各种联系通道，慢慢收缩包围圈，对还留在城市中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主动现身，将自己暴露在以军的强大火力之下，或者面临被封死在地道里的窘境。鉴于目前一边倒的战场形势，以色列国防部长格兰特在最近表示，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完全占领加沙城，哈马斯已经失去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久经沙场的以军老将格兰特呢，在对战场进行评估后说道，哈马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以色列国防军，以军正在各个地方推进。据他的介绍呢，目前有不少哈马斯武装人员正在被迫逃往南部。军方表示，他们已经击毙了哈马斯数名营长、副营长等军官。在以军的推进下，哈马斯的议会大楼也被以军攻占。据了解呢，该楼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为哈马斯立法者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出现在照片当中的以色列士兵都是来自戈兰旅的战士。该部队是以色列的王牌部队之一，成立于1948年，几乎是以色列建国初期就成立的军队。其在建国初期第一次中东战争，也就是以色列面临中东围殴的时候，该旅从最北方的黎巴嫩边境一直打到了最南方的红海之滨。
赢得了国防军第一旅的称号。此后，在第3次中东战争期间，这个旅呢在激战最为激烈的戈兰高地战死了几位最高指挥官，但仍然是死战不退，最后成功占领戈兰高地这块战略要地，因此呢是以戈兰旅来命名。现如今，这支部队再次冲锋在第一线，并成功占据了哈马斯的大楼。另一边，以军的沙耶特13突击旅和第401装甲旅也攻入了加沙的兰提西医院，并在医院下方发现了一条位于地下20米的地道，可以通往哈马斯的指挥控制中心。隧道中有10月7号哈马斯袭击用的摩托车。除此之外，在医院地下隧道里，以军还发现了包括炸弹背心、手榴弹、AK-47突击步枪、爆炸装置、火箭榴弹和其他武器。以军认为该地区是哈马斯的指挥和控制中心。至于那些向南逃走的哈马斯，其现状恐怕也不容乐观。前面呢，咱们提到过，以军在加沙中部那道将整个加沙地带一分为二的战线，它承担着将加沙地区与南部区域物理隔绝的重要任务，将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军在这里采取的方式呢，是在推进的同时构筑了6个坚固的支撑据点。如下图，第一个据点在以军从中部突入加沙地带的入口西北约1公里处，以军和哈马斯在这里进行了激战。从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到，城镇建筑物破坏严重，但最终呢还是被以色列成功拿下。第二个据点设在了第一个据点的西北方向约500米以外，第3个据点在第2个据点以北约1公里处。该据点可以控制加沙城南边萨拉赫丁镇的中心道路，而第4和第5个据点几乎相连在一起，位于第3个据点西北，控制着当地的主要通路。至于那最为靠近海岸线的第6据点，从最近的卫星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出，红线标出的土质护堤，这是由第9装甲推土机进行土工作业构筑而成的。而这个据点内呢，至少停放有各式车辆。由于接近海岸线，哈马斯很难在这里进行地道突袭战术。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据点实际上都是由第9装甲推土机推出来的大片空场，周围呢被一系列的大型土地和护坡所围绕保护。后续呢，它们可以作为以军各种机械化装备的维护补给场所，也可以为以军步兵提供隐蔽所，以便进行休息和轮换。接下来，南部战线将要承担双重任务：向南防止加沙地带南部的哈马斯武装北上增援，同时允许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北部；向北则需要阻止哈马斯战斗人员南逃，同时还必须为逃离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提供南下通道。因此，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如何甄别可能藏匿于平民当中的哈马斯武装，对于以军来说必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与此同时，部署在南部战线上的以军还必须要时刻注意防范哈马斯对各个检查站发动的袭击，否则就可能给以军的作战行动带来不利影响。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